大家好，我是温德里夫。这部影片想要透过图腾技能演示，聊聊适合法术图腾的技能，以及分享测试的结果。由于并没有使用严谨的机体测试技能强度，仅提供各位参考。首先，电弧。5月25日的 PM 有提到，修正了电弧在没有消耗闪电灌注的情况下，获得闪电灌注属性的错误。表示电弧图腾不能获得灌注效果，获得200%更多伤害，但仍然是好的清图技能。后期可配合大法师魔力堆叠流，获得大量额外闪电伤害。另外，克特帕托的假说，镶嵌在手套上时的效果也改成你的能量护盾充能会在你的召唤物重组时开始，表示无限魔力流正式死去。电球虽然没有办法获得冰冷灌注效果，但仍然是首选的清图技能，已经有各大直播主以此建构流派。对于强大稀有怪或攻坚 BOSS， 你可以透过火墙、魔力风暴进行增伤，后期也有魔力堆叠大法师。影片中测试你释放的风暴漩涡，可以被图腾释放的电球触发伤害，这会是个不错的 combo。天雷蜘蛛没有火焰灌注，图腾也没办法以天雷蜘蛛为目标释放闪电传送。清图能力输给电球与电弧，对单体王需要减少投射物速度会比较好。有兴趣的朋友可以试试看。彗星，即使伤害略微削弱，但仍然是强力的法术技能。PM 让图腾可以使用密能爆发，这对彗星、古劳、冰霜星星这类技能是不错的加强。虽然在放置图腾后释放彗星仍至少要1秒，但对单体王配合密能爆发，应该没有任何人可以存活。寒冰弹需要搭配与蛇潮戒指的法术的投射物无法穿透效果，才能有效地达到清图。经过我的测试，虽然图腾的冰霜星星可以在寒冰弹的位置释放，但是释放顺序不稳定。图腾放入多个技能会导致可以放的辅助宝石变少，影响增伤。寒霜之标需要搭配与冰点低语的冰雪之心效果冰缓附近的敌人，也可以搭配火墙、魔力风暴增加伤害，但是无法搭配触发技能，拿长杖不能拿权杖来获得惊魂，也不确定实际强度。失史术PM 修正了召唤的骨骼构造体在图腾召唤时会静止不动的错误，主要问题是伤害太低，同样是物理法术，但没有缠绕好用。可能配合炼狱军团与复仇之灵产生骷髅炸弹，但不确定强度如何。古劳清图可以搭配密能爆发与践踏之血，但用星空投影的问题是，敌人会在古劳的圆心，刚好打不到敌人。骸骨风暴攻坚 BOSS 强力的技能，但清图能力较弱，可以搭配自己身上的暴击球，图腾会释放强化的骸骨风暴，且不消耗暴击球。我曾经使用星星辅助，但实际上清图能力还是有限。余烬起射有看到另一个实况主在测试 Z320.Flux， 主要问题是减少余烬的持续时间，也同时会减少图腾的持续时间。天赋上有一个增加30%图腾持续时间，将降低持续时间堆叠到72%，搭配幻梦者之掌权杖也有减少持续时间。余烬从 1.3 秒降低到 0.3 秒左右，图腾持续时间还能维持在约7秒。但余烬图腾无法获得闪电灌注，基础暴击率过低，我认为不是一个适合的技能。尸体爆破图腾无法对视为尸体的召唤物释放技能，只在有敌人时对附近敌人尸体释放技能。尸体爆破自己释放的手感很差，但是由图腾释放就没这个问题。我认为在章节期间会是个不错的清图方式，但无法对付 BOSS 战。缠绕在前期会是不错的技能，但图腾释放的缠绕无法被触发飞速生长与过度生长，中期伤害会不足够。再来分享我测试新发现，图腾击杀敌人后会帮你产生生命痕迹、魔力痕迹，但是图腾击中敌人不会产生痕迹，所以写法师或魔力堆叠流不用担心清图没有痕迹可以捡取。上支影片我有介绍有上线的技能，例如风暴漩涡、藤蔓痛打、诅咒地面、德瑞毁灭的危险会等图你释放。
在我的测试中，图腾可以为你偷取生命，例如你有血法师升华、血势胸甲，甚至可以累积 COC、COA 的能量。图腾是你的分身，你的属性能力会同步反映给图腾。所以像是浴火师的变身恶魔，图腾可以获得释放速度、叠层的更多法术伤害。时空术士的时空裂隙，透过地印之环消耗大量魔力增伤后，立即回满魔力还是可以拿到增伤效果。再来聊聊适合的升华。由于先祖魂约改成你可以不好球放置图腾，一根图腾需花费75金魂，3根就要225，你必须处理金魂问题。如果你的升华可以获得金魂或增加金魂保留效率，你就可以从装备获得更多伤害及防御。浴火师升华可以保留生命，获得额外金魂，可以搭配贫血获得更多暴击伤害加成。前期恶魔变身能快速过章节，后期也可改成魔力堆叠流。黄图萨满前期升华可以轻松获得120金魂，天赋起始点离先祖图腾也很近，也能有不错的防御面。后期也可以转天启先知走魔力流，拿更多的额外天赋。启灵者升华有主要技能增加50%保留效率，因为图腾是主要技能。又离天赋高效铭文很近，有主要技能增加20%保留效率。图腾一根只要44金魂。缺点是天赋离先祖魂约很远，大部分伤害都在女巫和德鲁伊区，前期伤害可能不太足够，升华也没有太多伤害来源。邪法师法术15%基础爆率，仍然会是法术首选之一，尤其是火系法术。虽然偷取被削弱，但反正图腾不是靠大量触发技能产生伤害。最后，我的开荒打算浴火师、植物法术与骸骨风暴图腾。有什么问题可以在下面留言。我是温德里夫，我们下次见。